电影《波斯语课》完全展现了创意的核心精髓。Ich bin ermüdet. Wovon? Von der Angst? 我是Dawson，一个喜欢从电影中去思考人生的创意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是《波斯语课》，它是一部在二战时间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然后这部电影其实就在讲述一个犹太人从法国逃难的过程当中被德军给俘虏，被运送到集中营的过程当中因为同情另外一位犹太人，就把手中的一个三明治跟他换了一本波斯语的绝版书，却没想到这本书救了他一命当时他们被再往河边准备去行刑的时候他的假死被拆穿了，并且他谎称自己不是犹太人说自己是波斯人。好巧不巧，就在集中营的上尉军官想要找到一个波斯人，想要学波斯语，所以呢就把他带到了集中营当中的厨房里面工作。白天呢在厨房工作，晚上呢教那个上尉军官学波斯语。创意的精髓就在这个故事当中展开了。一个犹太人明明不会波斯语，为了活命用创意硬生生编造出了一套假的波斯语。所以今天这部电影要教给我们：第一，在困难的时候创意才是活命的关键；第二，注意生活当中让你产生意外的惊喜；第三，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我们就一一来细数一下，在电影里面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第一个，在困难的时候创意才是活命的关键。这个影片当中的上尉为了要测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波斯人，出了很多难题给他。然后这主角为了活命就硬掰了不少的单字。他怎么硬掰就是随便比如说看到面包他就说垃圾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叫垃圾，反正就先讲了嘛。上尉军官听完他讲了以后就觉得哇，真是波斯语人，反正他也听不懂。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一开始那个上尉军官相信了他，所以不杀他。不但不杀他，还让他享有一些在集中营里面其他人没有的那些权利跟福利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是什么？当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当我们没招的时候说白了就是硬着头皮把创意进行到底。什么叫做硬着头皮把创意进行到底？有时候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什么烂创意乱七八糟的，很不合理对不对？但我永远都会保持一种状况，就是因为它不合理，它才叫创意对不对？好，第二个要学习到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留意那些意外的惊喜。什么叫意外的惊喜在电影当中是这样，就是主角开始在编造整个波斯语的时候是一种随机捏造的方式。他随便拿了一个东西这个面包就叫垃圾，就随便聊这样。然后当上尉重复在问另外一个单字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是我几天前讲的，其实我早就记不起来，所以他很害怕被试穿被试穿就被杀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主角每天都过战战兢兢的日子。因为我不是讲了吗？他就在集中营里面被帮着军官教军官的波斯语，所以呢军官也常常会给他一些福利，他就让他去抄写那个集中营囚犯的名单。结果他就意外发现了他在抄写这个名单的时候这些名字如果反过来念，就可以创造出一些很像语言的读法。然后这种语言的读法呢，念起来就很像波斯语。他就用这个创意的基本模型，就套出了很多单字的读法。结果他就因为这样解决了记不住单字容易穿帮的困扰。其实创意就是这样往往你发现到一个绝妙绝佳的创意的时候，都是在一些很不经意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大家，保持着孩子的好奇心，看待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变得非常重要。习惯发现这些意外的惊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创意人的生活比别人精彩。创意人永远都有一个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观点、独特的眼睛，能够去发现生活当中意外的惊喜。第三点，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懂得发现生活的惊喜很重要，懂得发现生活的细节也非常重要。这个电影当中当上尉要求每天要学会40个波斯语的单字的时候，哇，这个词汇量不够的主角马上就意识到，我要编造出这么大量的词汇就变得非常困难。
他就开始观察身边当中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有大量的词汇产生。后来他在每天替这些新的集中营囚犯装饭菜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些人都来自于世界各国，他们的名字都有独具自己的特色。他就想到，如果我要获得一些词语，其实这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于是他就在装饭菜的时候都会问上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其实一天他只要记着40个人的名字，他就可以提供40个单字来让上位学习。那你就想看看他每天可以获取到40个名字，增加他的词汇量，又加上他前面那个意外惊喜，发现把名字如果倒过来念，他就可以念成波斯语，他就可以真正念出很多类似像波斯语的假语言给到这个上位学习。你会发现创意的灵感来源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要保持创意，你要变成有创意，你一定要脱离每天规律的生活，从生活周遭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你的创意灵感就会源源不绝。在人生当中或工作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者是选择抉择。普通人的做法呢，就会用过去的经验来面对。那懒一点的人呢，就会不断的去跟别人找答案、问答案。可是聪明的人都会用创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创意的方式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周遭的观察，并且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分享。今年呢，我在5月8号、5月9号会开展创意思考力的台湾巡回课程的讲座。创意思考力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遇到困境，或是我们的商业遇到困境的时候解救出来，找到生活乏力感的原因所在，用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它，并且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如果你的人生遭遇了重创，急需要重新站起来，将危机变成转机，将内心的恐惧变成突破现状的勇气，转换成动人，让人生呢能够走到下一个阶段去。为了要响应我们的公益计划，我们提出了4个名额给身障人士或低收入户的朋友。如果你们符合这2个条件，麻烦与我联络，然后我们会把这4个名额给到你。所以当下一次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要怎么做了吧？